但是坐骨神经痛，我刚好有一个 appointment 去看检查嘛，然后我就问医生，我说我这里痛是不是腰痛？他说哦，这是坐骨神经痛，他叫我不要，就是不随意的话不要搬重的东西，就注意一下。他说就这样子。你转过来我看一下是哪个位置。对，就这样转过来，直接腿。对，这里就刚好是那个位置，对吧？就是这里呢，它就是我们腰椎的位置。所谓坐骨神经呢是怎么样的？你看你下面就是臀部哈，上面就连了上背部，它主要就臀部连腰部。腰痛跟坐骨神经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如果我们说的腰痛，通常人讲的腰痛是肌肉疼痛，它不是有两个。你看在我们的我们脊柱这里中间，你看这里的脊柱两边不是这里两个肌肉支撑脊柱的嘛？要不然我们撑不起来，因为这里是没有我们肋骨的。然后呢，通常我们说腰痛是这一段时间的腰痛，是腰部腰椎的两边肌肉痛叫腰痛。然后所谓坐骨神经是什么呢？照样你看是同样一个位置，对不对？是我们你看这里脊柱，然后呢，这里有肌肉，但是在肌肉的里边一层，这个脊柱我们的骨头中间，它会有很多的神经，就是血液，我们看就像小血管，小血管是红色的，像你说的神经的话，它是有点青色的，就是在我们手背上就很明显，青色的，它会穿过。它要靠我们的脊柱输送血液，所以它很多神经小血管，它就是这样子交叉的，然后穿过这一个脊柱，然后呢，这里又是我们的坐骨嘛，我们叫坐骨，其实就是我们臀部。这里呢，它就连着，这很多神经这样子连着，穿过，它都是交叉的，左边穿右边，右边穿左边，这样子神经它就交叉。如果是坐骨神经错的话，比肌肉痛要时间愈合要长一些，因为它是你肌肉太紧缩了，你看的，如果是这种肌肉紧缩，它这个神经压在中间，它也会受到挤压。还有呢，就是你骨骼，我们有一个我们的脊柱是这样子嘛，一节一节的，你骨骼你太紧压了，它也会受到挤压。就是最主要的是你这个位置，像医生说的，第一步搬重物，然后就是放松，你这样子朝前趴一下都好，然后就是放松，放松之后你的肌肉放松。然后呢，骨骼它也会自然的撑开，撑开之后，你看它有空间，就是感觉像这样子，它有空间，有空间它不压它就不痛，压它就会痛。如果说已经痛了的话，就说明你平时已经把这个脊柱压得很厉害，肌肉也比较紧张了，它已经压到它痛了，这一个神经一直在这里，它没有变化。因为没有增生已经算比较好的了。你看有的人呢，他是一些增生，它里边因为血液不通，就是血管是很聪明的，它在旁边就会滋生很多，像这个大的血管不通，它就会滋生很多小的血管，它要输送氧气和血液呀。所以呢，有的人他会增生，其实增生的话，为什么严重？就是说明你的主动脉、主血管已经不怎么通了，在那个位置的主血管不怎么通了，它要增生一些小的血管来。就是把这个功能去完成，输送血液和氧气。但是小的血管有什么问题？像我们都是大的管子不容易堵，对不对？小的血管它要长很多条，然后呢，第一长多了它复杂，比较难处理。还有呢，就是它长的是很小的，就有点像是主的那个树干，它不存活了，它上面长了一些小的压枝，这些呢是很容易堵塞的，因为它越多越堵塞，它加上它小，它不容易流通。是因为身体的一种急救措施长成这样子，它会有一个就是很短暂的减缓的作用，但是长期来讲的话，有的增生呢就让它这么去疏通大的就好了，有的太多的话，他们还会把它剪掉。因为你这种，你看一个血管它会连接下一个血管，你这个血管增生之后靠一些小的血管输送的话，下一个血管它也就很难办了，它的这个连接不是在它本来的位置。
好了，那你腰不舒服的话就，其实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多躺，少这样多躺。这个呢，在现在是很难去完成，因为没有工作会让你躺下。好，那我们先放松一下。先放松的话，你可以把肩膀也放松，把手也这样子往上找一个舒服的位置，然后呢，对，两脚踩地，屈膝踩地，抬起来，把臀部抬起来，然后从我们抬起来的时候呢，臀部它有点向我们膝盖方面去移，就是要把我们的腰椎拉长。放下来的时候，从上背部开始放下来，你放的越慢越好，越慢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哈，然后吸气抬起来，吐气的时候从上背部开始放下来。你越放的慢的时候呢，根据自己的呼吸，吸气抬，吐气从上背部慢慢的放下来，甚至可以闭上眼睛去感觉，这样子是让它血液流通。然后呢，从上背部一节一节的放下来呢，是让我们的肌肉和刚才讲到的那个骨节，它能得到伸长，因为它一节一节的由我们的上背部往下放，就有点你想象像一个绳子，你捏住上背部，然后甩一下，它就会疏松一下，它就朝另外一个方向去疏松。只有这样子，让它经常的去放松，让它供氧和供血都足够。然后就不会痛，痛者不痛，痛者不痛嘛，就是血液不通，然后就造成我们的供氧量不通。所以你还要注意这段时间腰不要受伤。当神经痛、血液不通的时候，越受伤它就非常难愈合，因为我们的血液它输送血小板啊，像红细胞、白细胞让你去愈合，如果有任何伤口的话。但是本来就不怎么通了，它的红细胞、白细胞不是很能准时到达，或者量不够，对，就抬下来。这个呢，在你睡觉之前，每天晚上，亲爱的，睡觉之前去做就特别明显，因为你当它放松之后，通过睡眠的时候，我们心跳渐慢，然后血液循环在躺下的时候会更好，这样子你这样子睡1个星期就没事了。也就是睡前你一定要做这个动作，就是你现在要2个动作了，亲爱的。首先就是你的腿血液要上来，首先你就是要上半肢，你看我们这是上半，我们把人切开2半，从我们的肋骨这边，就是我们叫盆骨沟这里切开，就是从腿部切开，分成2半，腿部的血液，上半身的血液。首先就是你睡眠之前要这样子抖抖脚，把脚抬高半小时，是让你行走了一天，你的血液会下行的。然后呢，把你的血液供到我们的上半身来，然后你再把腿放下，抬起来做腰部这个动作，1个星期就会没事。好，对，这是睡觉之前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练习的，然后现在呢，也就是躺都躺下了。把双脚相对，做一下蝴蝶式，这个呢也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它帮助我们整一个血液循环。这时候你加一点多的意识，其实这也是我们正常的意思。闭上眼睛，让我们就是看到你痛的那个位置的血液循环。有时候你的身体真的会让你看见，就是要闭上眼睛去观。其实看是睁开眼睛看，闭上眼睛是观，内观是不一样的。有时候你会看见，有时候你看不见，也没有关系，这跟你大脑全身的血液和神经连通，还有呢我们的7个轮有没有打开有关系。但是不用讲究这个。摇摆的速度呢，不用太就是不舒服，就是要感觉是很舒服，到就是今天当下此时此刻最快然后最大的一个幅度，这个翅膀的摆动。那翅膀摆动的血液流动在哪里？就是在你刚才感觉痛的位置。有时候痛呢会帮助到我们，你就更容易感觉得到，去观察到那里能量升起，是一个属火的能量，然后血液循环的加快。
且如果说你本来坐骨神经痛，当血液循环突然加快的时候，你会突然更不舒服、更痛。这个在医学上叫明显好转反应，就是它在疏通的时候，它会经历一些比较细小的不通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部分，你会感觉突然会更痛一下，但接下来就会比较舒服的感觉。或者你可以观察到正常的呼吸就好，呼吸是更加的深长一些，缓慢一些。然后把我们 left 我们的左腿放下来，同样是膝盖点地，右腿左右的。这个时候你也把所有的关注力只关注到腰椎比较痛的位置。如果我们把腿往上抱一点，腿会不舒服，但是没有太多关系。这个筋是迟早要拉的，不舒服是因为筋比较紧。然后呢，左右摇晃，记得腿是放松的，这时候你才能帮到你的腰椎。是我们的手臂在晃它，因为我们的手臂它连接着我们的背夹骨，然后前面的胸肋骨，其实是可以在这种左右摇晃的时候是可以很有力的。腿是放松的，有时候好多人就是熊孩子在摇他自己，我们叫怀抱婴儿是熊孩子不会动。亲爱的，把你的头往上顶一顶，把你的颈椎感觉颈椎要去靠近垫子多一些。你的颈椎现在是比较紧张的，因为你那里镂空了，对，这样比较好。因为经常不注意，像你肩膀容易紧张的人，就颈椎也容易紧张。通常人躺下来是放松的，只是现代人太紧张了，躺下来又没有足够多的拉伸啊、伸展，所以呢，有时候整晚睡觉啊，像我先生他如果晚上不放松，他有时候懒，晚上不放松，他睡觉的时候突然抖动一下，就抖动得很厉害，有时候会把我吓醒的那种。因为之前他喜欢抱着我，我就更明显，我觉得你在睡梦中想掐死我，对不对？就整一个突然就是抖动一下，就很紧张，就感觉人会也不像抽搐，就是抖动一下，然后拳头是最紧的，头会冒汗，严重的时候。哦，这样的。对，然后把腿掰直，就是后面他就总结了，同他压力有关系。如果他工作中的压力，其实他就是坐着天天打电脑，然后工作中的压力太重，他晚上就容易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把腿立起来，搓动一下，搓一下面条，放松。但是有时候他以前一个人不太觉得，他一直都这样子，现在已经放松很多了。以前只是觉得睡眠不好，突然被惊醒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是被惊醒的。现在旁边躺个人了呢，我才告诉他，是他自己特别紧张，是身体可能已经影响到心跳，他就会醒来。因为我们心跳超过了，我们就是 resting， 敲打一下膝盖窝。超过了我们休息的，就是我们的 resting 心跳，就是那个缓慢的心跳，心跳快了之后，人就会自然的醒来。这是我们一直进化来，一直有这个神经系统，那就是说明旁边有动静、有危险，我们一定会醒来的。以前的睡眠，他睡一晚上啊，本来就睡5、6个小时，醒个3、4次、5、6次，就有点像每个小时醒一次，根本进不了深层睡眠。早上醒来，所以一天到晚都是靠咖啡过的。这也是美国人很多人的现状了，没有咖啡感觉失去点什么，没有咖啡这一天过不了啊。然后敲打一下我们的膝盖，我手敲打一下膝盖，也可以膝盖我同时敲打。敲打膝盖呢，主要是提醒膝盖里边它有一种液体润滑剂，它的
排除。就早上你起来之前在床上躺着，就先把腿这样子敲打的话，膝盖是可以用到我们70、80岁、100来岁没有问题的。我们进化这么久就是这么设计。那如果用不到的话，就是平时我们有些东西可能用错了，可能用过度了。然后旁边也是要敲打一下，就膝盖的两边也敲打一下，这两边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走路不对的话，造成我们膝盖位置是不对的，它肯定利用不久。好，那这时候左右拉扯一下我们的小腿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拉扯的不是很厉害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拍下去。好，拍了之后往上顶3次，用脚真的是有点拉长的作用，不要用腰，用脚把我们的腰提起来，提起来，你提个2、3下你就会累，然后是勾脚的方式。好，然后抖动一下。抖动一下，用一只手同侧的手把它给从内侧握住，掰到一边，然后敲打一下我们的这里胯骨沟的位置，敲打一下胯骨沟的位置。然后换不同侧交叉的这只手，也是拉住脚的外侧，伸直，有点像这就是转向一边了。你看你的膝盖这样子一伸直，你膝盖自然的朝一边倒。好，然后头转到另外一侧，交代一下，交代一下，这是对侧的伸展，外侧胆经。如果你越往上，你的脚越接近你头的位置的话，你就拉伸感就更强。这时候你看整一个脚的经络是拉开。胆经特别是大腿外侧多敲打一下，这样子我们胆的分泌还好，因为现在很多食物都需要我们分泌胆汁来解毒啊，包括有时候空气都需要我们解毒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好，然后让脚自己回来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把另外一只腿放下，这里画几圈。最主要是内圈画好，外圈是本来就可以画的。我们的腿这个时候是可以360度转动的。如果听到骨骼连接处有嘎吱嘎吱的响呢，就要慢一点，这是说明润滑剂还没有完全分泌出来。早上的时候，好，那就放下，这只腿翘起来，另外一只腿也是一样的，先抱，先就是让它紧张一下，先怀抱婴儿。其他是可以换，但是怀抱婴儿呢，这个先后顺序它就不能换。好，你看整个腿它是要放松的，腿紧张是这样子，腿紧张越不容易压下来。我的腿紧张也是这样翘起来，腿一放松它就自然的，就是一只腿嘛，肉这么多，它就直接放下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手臂，你看我的手臂肌肉会出来，是因为我会用手臂的力量去左右摇晃。你把专注力全部移到你痛这一侧，我们一侧一侧的痛的位置，因为两边的血液一边是进一边是出，左右两边血液循环还不一样。好，把腿抬起来，先搓揉放松一下。搓揉放松，搓揉放松，敲膝盖窝，用手背敲膝盖窝，用手背刚好，它就是这样设计。我们人体设计你会发现太精确了，太奇妙了。求求我们平时老被大脑钻进我们头脑里中躲起来，没有去感觉我们这一个精密的仪器。啊，敲下膝盖。把膝盖两侧放松一下，两腿、小腿，然后往上抬，
双顶，往双顶，右脚往上顶，然后再完全的抖动放松。放松之后再去划圈，这个整个过程呢，也希望我们的大腿骨连接处它的润滑剂能够分泌出来。好，抓住同侧，抓住找到内侧。拍打胯骨沟，你也可以这时候拍打小腿内侧的都可以。拍打，拍打是很好的血液循环和放松。然后一侧手拉伸一下。然后让腿自己回来，放下。好，放松一下。今天呢都比较躺着，就躺着了。然后转身，练一下呼吸，就直接练下呼吸了。我们跳过中间的，今天轻松一点。三个手指，然后大拇指和小手指连一下，老厉害的呼吸。最后一次呼吸，不用呼吸，吐气就结束。当结束之后呢，把手脚都伸长，然后再滚动式的翻转。我们躺着练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把腿放着，也可以直接放开就行，直接放开，反着打走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当你震动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到，在腹部的震动会强烈一些。只要躺下是腹部震动强烈一些，因为气它会在丹田这里循环。头部的震动可能没那么明显，其实对你的腰椎会更好。你需要腹部震动多一些，就是口腔张大一些，让所有这个音在腹部那里震动，所以发出这个音。吸气，然后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先做一组的脑力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再次吸气吐气的时候就开始发音。3次为一组。什么需要排的废气吐气，让它自然的排出。基本上胃部和肠道它都会有一些废气都去排除，有时候甚至看生理期的状态会从胃阴都排出浊气。
好，做完之后，我们再次吸气、吐气，就用震动发出震动音。然后呢，你能量振动呼吸就是最好能1秒4次，用鼻子快速短浅的呼吸，主要是为了振动带动横膈膜，这时候可能会打嗝排气，就任随它发生。然后深吸气，去左3把手。吐气排空，再数3把手。先抬起头，再由上至下一把一把手放。这时候就让身体和头脑的静默一会儿，停留在这里。把全部注意力移到两眉之间的眉心，我们第3只眼的位置。看到光，看到影都没有障碍，也不需要特意去强求。然后另外一个分注意力放在自然缓慢的呼吸上，让呼吸更加的缓慢一些。接下来应该是有画面的方式在你的头脑中显现，在你的思维中停留，而并非文字，文字只是一维的表达的。去看到我是谁，我在这个生命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。去看到你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，比如说我是一个母亲，一个妻子，然
何在工作中的角色去看到它。所有让我这个角色存在的规则，此刻之后全部接纳为自己的规则，因为这些规则让我这个角色存在。我对所有事情负全责，就有点像是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我的责任是无限的，可是我的能负的责任，能采取的行动是有限制的，所以我最重要对在我这个身体之内所有的血液循环、荷尔蒙，和在我身体周围发生的一切，我能顺势而为，掌控的事情负全责，去采取行动。在此刻之前，所有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我全然的接纳它，然后放下它。此刻之后的无数种可能，是由此时此刻我的心念、我的行动而产生。所以把握当下此时此刻的心念与行动。去看到我不是这个身体与头脑，更不是头脑中这些那些杂乱无章或者感觉很有逻辑的想法，让自己从头脑中走出来，带着头脑和身体的各种状态去体验生命本身，融入在周围的万事万物中。人要繁荣昌盛，使周围的一切事物、一切生命都要繁荣昌盛。去看到我吐出的空气被周围的其他生物、动物、人类所吸入，而我吸入的空气也是由周围的其他人类、动物、生物、植物吐出的。所以可见，我是所有周遭生命的一部分，所有周遭生命也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与万物本为一，本就合一，本就完整。每当我感觉孤独、孤单的时候，去看到这一点。其实孤独、孤单在本质上只是头脑产生了分裂的思想，觉得我是单一的个体。有意识、有警觉的去看到它，我与万物怎么可能不合一？怎么可能分裂？我就是合一的整体。三米三米三地
然后先把身体转向任何一侧舒服的一侧，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。坐起来之后，把双手举过头顶，交叉向上举过头顶，然后往前，像折叠被子一样折叠。这时候把手从旁边划一个大圈，拍打你比较痛的这个坐骨神经处。很放松，很放松，就拍打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再把手划一个大圈，回过来，在我们的脚的位置，合掌方掌向上，然后把一只腿放在只要不是膝盖处，另外一只腿的小腿外侧或者大腿外侧。好，然后是对面的，相对的，就对角，不是同侧的那只腿，用我们的手肘顶住大腿的外侧，推掌，推掌，推掌。每次吸气的时候，头顶往上顶，把腰背拉直，整个脊柱拉直，肩椎放松。吐气的时候，再往后，更多的扭转。吸气，伸直脊柱，吐气扭转。吸气，伸直脊柱，吐气扭转。到最大限度保持2到3个呼吸。再次吸气的时候，再次合掌，再折叠被子，然后再次吐气的时候，另外一只腿放在外侧，顶住。吸气逆直，吐气后推。吸气逆直，吐气后推。吸气逆直，吐气后推。腿的最大的限度，保持2到3个自然的呼吸。好，然后吸气的时候再往上，吐气再折叠，再划一个大圈，拍打一下，拍打一下你比较紧张的腰椎。对，你可以拍打一下，就是平时多拍打，拍打是最好的一种放松的方式，它最快，它比你拉直要快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拉直这个肌肉的时候拍打就更快了，你会拍到你比较深层的部分。肌肉的话，它有浅层、中层和深层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。爱丽丝估计又起晚了，她最近睡得好了，睡眠很重要，运动只是需要带一点点。主要的运动呢，它是要与我们平时的是要相反。你平时站得多，那你运动的时候就要躺得多。一般现在我们都是站和坐嘛，否则的话就过度了，你会更累。每次运动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精力上来了，然后有很多的心思想去做很多事情了，然后呢，身体也比较就是苏醒了，就是另外更多的精力需要去释放的时候就对了。如果运动之后你要躺下休息一会儿，或者还要喘一会儿，这种运动是过度了。只是现在呢，现在是奥林匹克的阶段嘛，只是现代人的话太习惯了过度的运动，他就觉得那是正常的。人家奥林匹克的话，他是要去争取名次的，所以呢，你看很多运动员都是过度的。我看他们很多的像 gymnastic， 就是那种稍微就是柔韧性的运动，人家都是贴着，有点像我们贴着那种拉伸肌肉的、保护肌肉的，就是已经受伤了，就是打个贴，我们还要上。只是现在人的话，你在健身房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人，已经是过度，应该躺家里休息了。他结果呢，那肌肉拉伤了，用胶纸贴住，打个贴支撑一下，抬得上。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我看了我就会看一会儿，我也不知道是为啥了。所以后面呢，运动会上瘾，运动上瘾呢是因为产生多巴胺。为什么冥想不容易上瘾？因为冥想产生的是更高级的一个元素，是血清素。所以呢，它不是上瘾的元素，而且在我们整个内在清洁工程、脑力法整一套练习的话，会产生大麻素，这是他们研究的结果。以前我都没有觉得，我从来没讲过。
到时候你看一下那个片儿，你就知道会产生大麻素。大麻呢，原来是我们身体我们人体它自动产生，你不用去吸食它，你自动产生的话，它就会让你对有些事情特别的专注。人在为什么有的人他精神涣散，他吸食大麻之后会特别的专注。有的人一开始是用这个东西去保证他，就像好莱坞的一些明星，为什么大麻在加州合法化，就是好莱坞的很多人都去吸食，是因为他要专注这个角色，他不能涣散，不能有其他的思维，不能把他生活中本来的角色带进他演的角色里边，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角色。可是呢，这样子的话，就很多人会吸食大麻，是因为在吸食之后，他在那一刻他会非常愉悦的去专注现在的。然而在我们身体本来就可以产生，在我们练习整个内在清洁工程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种大麻素，而且呢，会对220个免疫系统的一些激活。具体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你学化学可能更明白一些，它都能激活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一直练习的话，一直可能几年你都不生病，10年也不生病，感觉对别人来讲你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。其实有没有想过，那些经常生病的人才不正常，只是大家都不正常了，你是那个正常人，你变得相对来讲哈，我们是相对论，你就不正常。觉得我每年都是要感冒几次的，然后呢，你好几年你都没有感冒一次，不行不行，你这身体要去检查，肯定出大问题了。每个人的想法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你记得睡觉之前，2个动作，脚抬高去放松的那个，还有就是把脚就是支撑起来，从上背部一节节往下放，1个星期之后就不会没事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，谢谢你。当然。